想象一下，10年后的世界，工厂里的机器人像人类一样思考，汽车在城市间自主穿梭，每家公司、每个家庭都依赖一种无形的力量——人工智能 AI。 这不是科幻电影的场景，而是2025年5月19日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2025上，英伟达 NVIDIA 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站在万人瞩目的舞台上，向全球描绘的未来。这位62岁的科技巨擘穿着一身标志性的黑色皮衣，语气坚定，眼神炽热，仿佛在向世界宣告，人工智能的浪潮已经到来，而英伟达将是这场革命的引路人。这场长达100多分钟的演讲，不仅是一场技术盛宴，更像一部扣人心弦的纪录片，讲述了英伟达如何从一家芯片公司蜕变为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缔造者。黄仁勋不仅发布了令人振奋的新产品，还分享了他对 AI 如何重塑世界的宏大愿景。他的演讲如同点燃了一把火炬，照亮了科技的未来，也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走进这场关于 AI 的史诗旅程，探索英伟达如何改变世界，以及他将带领我们走向何方。英伟达的蜕变。黄仁勋走上舞台的那一刻，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场馆内座无虚席。台下不仅有科技行业的重量级人物，还有他的父母。这对普通夫妇见证了儿子如何将一家不起眼的芯片公司变成市值超3万亿美元的科技巨头。黄仁勋开场的第一句话就抓住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英伟达在台湾已经扎根30年。今天我们来谈谈我们身处何方，以及在这个飞速前进的行业中，我们将去向何处。30年前，英伟达只是硅谷一家专注于图形芯片的小公司，目标是为电脑游戏提供更逼真的画面。但黄仁勋很快意识到，计算的未来远不止于此。10年前，他带领英伟达重新定义了自己，从芯片制造商转型为计算平台的创造者。2016年，英伟达推出第一代 DGX 超级计算机，这台机器被黄仁勋慷慨捐给了 OpenAI， 一家如今家喻户晓的人工智能公司。那一刻，人工智能革命的火种被点燃，而英伟达成为了推动这场革命的核心力量。我们的使命不是简单的制造芯片，黄仁勋说，而是重塑技术的每一层，打造一个全新的计算时代。他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如果说工业革命带来了电力，那么人工智能就是21世纪的新电力。就像100年前西门子在全球建设电厂，让电力融入每个家庭、每座工厂，英伟达正在为 AI 打造基础设施，让它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10年后，你会发现 AI 无处不在，就像今天的电和互联网一样。AI 的未来。黄仁勋的演讲核心围绕一个大胆的预言： AI 将成为未来10年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他用了一个通俗的例子来解释，想象一下你家里的电插座，没有它，电灯、冰箱、手机都无法工作。AI 就像是未来的插座，每个行业、每个公司都需要它来运行。他预测 AI 将融入每个地区、每个工厂、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为了实现这一愿景，英伟达不再仅仅是一家科技公司，而是一家基础设施公司。黄仁勋强调，英伟达的规划远超普通科技企业的范畴。一般的科技公司可能只公布1-2年的产品计划，但英伟达一次性披露了未来5年的技术路线图，涵盖芯片、软件、数据中心乃至机器人技术。为什么？因为英伟达的每一步都影响着全球企业的融资、电力分配和土地规划。我们不是在卖产品，而是在为整个行业铺路，黄仁勋说。这种宏大的定位让英伟达在 AI 热潮中独树一帜。黄仁勋透露，全球芯片产业目前价值3000亿美元，而数据中心的潜在市场正在迅速膨胀，接近1万亿美元。这不是空想，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他激动地说， AI 正在推动数据中心从传统的存储和计算
转变为 AI 工厂，这些工厂生产的是智能，而不是简单的零件。下一代 AI 计算的先锋。演讲的高潮之一是黄仁勋公布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新产品和技术更新。他首先介绍了即将于2025年第3季度推出的 Grace Blackwell GB300 系统。这套系统是英伟达 Blackwell 架构的升级版，堪称 AI 计算的超级大脑。相比上一代 GB300 的推理性能及 AI 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提升了 1.5 倍，内存容量增加 1.5 倍，网络连接速度翻倍。黄仁勋解释说，推理就像是 AI 的思考过程。比如你问 AI 一个问题，它需要快速分析、推理并给出答案。GB300 让这个过程更快、更高效。为了让普通人也能理解，他打了个比方，如果你把 AI 想象成一个超级聪明的学生， GB300 就是给他换了一台更快的电脑，让他能更快地解题。这套系统已经被全球多家云服务商采用，比如亚马逊、微软等，他们用 GB300 将普通数据中心升级为 AI 超级计算机。接着，黄仁勋宣布了 DigX Spark 个人 AI 计算机的最新进展。这款产品专为研究人员和企业设计，相当于一台袖珍超级计算机。它配备了 GB10 Grace Blackwell 超级芯片，算力高达1 PTFLOP， 每秒1000万亿次计算，内存达 128G。 黄仁勋兴奋地说， DigX Spark 已经全面投产，几周内就会上市。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个人都能在圣诞节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 AI 计算机。他还幽默地补充，价格由我们的合作伙伴决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比你想象的要亲民。另一款个人 AI 计算机 DigX Station 也引发了现场的惊叹。黄仁勋描述它为家用插座能支持的最强 AI 电脑，它的性能足以运行一个拥有1万亿参数的 AI 模型，这相当于一个超级复杂的 AI 大脑，能处理从语言翻译到科学模拟的各种任务。你可以把它放在厨房，但小心别同时开微波炉，不然电表会受不了。黄仁勋的俏皮话引得全场大笑。下一个10000亿美元产业。黄仁勋的演讲不仅聚焦于芯片和计算，还展望了 AI 在机器人领域的巨大潜力。他预测，机器人产业将成为下一个10000亿美元市场，而英伟达正在通过物理 AI 技术推动这一革命。什么是物理 AI？ 黄仁勋解释，它是一种能理解物理世界的 AI， 比如知道一个球滚到车底不会凭空消失，或者能计算出如何抓起一个杯子而不打碎它。为此，英伟达推出了 ASIC GOOD 平台和 Jetson 4处理器，专为机器人设计。ASIC 平台就像机器人的大脑操作系统，整合了神经网络、传感器数据和预训练模型，让机器人能更快学会走路、抓物，甚至与人类协作。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而 Jetson 4处理器则像是机器人的心脏，提供强大的计算能力，支持从自动驾驶汽车到工厂机器人的各种应用。更令人振奋的是，英伟达与 DeepMind、迪士尼合作开发的 Newton 物理引擎将于7月开源。这款引擎能模拟真实世界的物理规律，比如重力、摩擦力等，让机器人在虚拟环境中练习动作，减少现实中的试错成本。黄仁勋举例，想象一个机器人要在仓库里搬箱子， Newton 能让他先在电脑里模拟上千次，学会最优的搬运方式。在自动驾驶领域，英伟达与梅赛德斯奔驰的合作也迈出了关键一步。黄仁勋透露，双方计划在2025年内推出全球自动驾驶车队，基于英伟达的端到端 AI 技术。未来的每一辆车、每一个移动物体
都将是自主运行的。他说，这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变革，让 AI 无处不在。英伟达的野心不仅在于制造强大的硬件，还在于构建一个开放的 AI 生态系统。黄仁勋宣布，英伟达将 NVLink Fusion 技术授权给第三方，允许客户将自研 CPU、GPU 或其他加速器与英伟达的技术整合，打造半定制化的 AI 基础设施。他用一个简单的比喻解释， NVLink 就像高速公路，把不同的芯片连接起来，让它们高效协作。过去你只能买整套系统，现在你可以自己组装，就像搭乐高。这一开放策略已经吸引了联发科、Marvell、富士通等全球厂商加入。黄仁勋强调，我们不希望客户被绑定在英伟达的生态里，而是希望他们能自由创新。这种开放性让英伟达在竞争激烈的 AI 市场中占据了独特优势，也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了进入 AI 领域的机会。在软件层面，英伟达的 CUDA 架构和 CUDA-X 函式库是其生态系统的核心。CUDA 就像一个超级工具箱，让开发者能轻松利用 GPU 的计算能力，开发从基因分析到天气预报的各种应用。黄仁勋说， CUDA 是英伟达的秘密武器，它让我们的技术变成了一个平台，吸引了全球数百万开发者加入。量子计算，黄仁勋的演讲还触及了一个前沿话题：量子计算。量子计算是一种利用量子力学原理进行计算的新技术，理论上能解决传统计算机无法处理的问题，比如模拟复杂分子结构。黄仁勋坦言，量子计算目前还处于早期阶段，噪音多，规模小，但他大胆预测，未来所有的超级计算机都将配备量子加速器。英伟达正在开发一种名为 Q2Q 的量子经典计算平台，将量子处理器 QPU 与 GPU、CPU 结合。黄仁勋解释，量子计算就像一个超级助手，专门处理某些特别复杂的任务，而 GPU 和 CPU 则负责其他工作。他们一起合作，就像一个完美的团队。他透露，英伟达已与多家顶尖公司合作，探索量子计算在药物研发、材料科学等领域的应用。台湾是全球 AI 的枢纽。黄仁勋在演讲中17次提到台湾，将其称为全球最重要的电脑产业枢纽。他动情地说，没有台湾的供应链伙伴，英伟达不可能走到今天。从台积电的芯片制造到富士康的硬件组装，台湾的科技生态为英伟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为了进一步深化与台湾的合作，英伟达宣布了2项重磅计划。首先，与台积电、富士康和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合作，在台湾建设首台巨型 AI 超级计算机。这座超级计算机将为台湾的 AI 研究和产业提供强大算力，巩固其在全球 AI 生态中的地位。黄仁勋说，台湾为世界打造了超级计算机，现在我们也要为台湾打造 AI。 其次，英伟达将在台北市士林北投地区建设一座名为 NVIDIA Constellation 的新办公大楼。这座大楼的设计灵感来自宇宙飞船，充满了科幻感。黄仁勋通过一段精美的 AI 动画展示了大楼的效果图，引发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他表示，这座大楼不仅是英伟达在台湾的业务扩展，也是对台湾科技生态的致敬。全球布局，英伟达的野心远不止于台湾。黄仁勋透露，公司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布局，以应对地缘政治和市场竞争带来的挑战。在供应链方面，英伟达与台湾的合作尤为紧密。5月17日，黄仁勋在台北宴请了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富士康董事长郑鸿梦等30多位供应链伙伴，表达了对他们的感激。这种紧密的合作关系让英伟达在全球芯片供应链中占据了有利位置。在市场拓展方面，英伟达正在摆脱对传统云巨头如亚马逊、微软的依赖，扶持新兴 AI 云服务商。比如，
英伟达投资的 CoreWeave 公司在2023年估值20亿美元，今年3月上市后市值飙升至200亿美元，为英伟达带来了丰厚回报。此外，英伟达与沙特 AI 公司 Haman 达成了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芯片供应协议，涉及 1.8 万颗最新 AI 芯片。黄仁勋还特别提到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他表示，中国 AI 市场未来2-3年可能达到500亿美元的规模，英伟达希望通过合作分享这一增长红利。今年1月和4月，他2次访问中国，与政府和企业探讨合作机会。他强调，作为一家美国公司，如果不能参与中国市场，将是巨大的损失。应对挑战。尽管英伟达在 AI 领域风头无两，但它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2025年初，中国 AI 公司 DeepSeek 推出了高性价比的大模型 R1， 引发了市场对高算力、高成本路径的质疑。黄仁勋对此毫不回避，反而公开称赞 R1 的技术突破，他为全球研究人员开辟了新的方向，改变了人们对 AI 推理的思考方式。黄仁勋的应对策略是将英伟达从 AI 热潮中的卖产人转型为基建运营商。他反复强调，你买的越多，赚的越多。这一理念的核心是 AI 的投资不是成本，而是通往未来的门票。英伟达通过提供从芯片到软件，从数据中心到云平台的全面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在 AI 时代占据先机。在竞争方面，英伟达不仅要面对中国本土芯片企业的崛起，还要应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挑战。市场分析认为，英伟达目前仍保持多周期领先优势，但需要通过技术扩散和生态构建巩固地位。黄仁勋对此信心满满，我们的目标不是击败竞争对手，而是赋能整个生态系统。AI 的现实应用。黄仁勋还分享了英伟达在数位孪生技术上的突破。数位孪生就像现实世界的数字克隆，通过 AI 模拟工厂、城市甚至整个地球的运行。比如台积电与 Meta 合作，利用数位孪生技术将 2D 工程图转化为 3D 晶圆厂模型，优化设计流程，节省数月建厂时间。更令人惊叹的是，台湾高雄市已成为全球首座数位孪生城市。通过英伟达的 Omniverse 平台，高雄市政府可以模拟自然灾害，监控城市安全，并在突发事件中快速响应。黄仁勋说，这不仅是技术，更是 AI 如何改善人类生活的真实案例。当黄仁勋结束演讲，走下舞台时，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他的父母在台下露出骄傲的笑容，而台上的他已经为世界勾勒出一幅 AI 驱动的未来蓝图。从芯片到超级计算机，从机器人到量子计算，英伟达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重塑全球科技格局。黄仁勋的演讲不仅是一场技术的展示，更是一次对未来的宣言。他让我们看到 AI 不仅是冷冰冰的代码和硬件，而是一种改变生活的力量。无论是工厂里的机器人、街头的自动驾驶汽车，还是每个人手中的 AI 设备，英伟达正在为这个智能时代铺设基石。然而，挑战依然存在。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竞争对手的崛起、技术的瓶颈，都可能成为英伟达前行的绊脚石。但黄仁勋的自信和远见，让人们相信，这家公司在 AI 革命中仍将扮演关键角色。正如他所说，我们正站在繁荣未来的边缘，而英伟达将与全球伙伴一起点亮这条道路。这场演讲结束后，世界各地的科技从业者、投资者和普通人都开始思考 AI 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黄仁勋给出的答案是清晰的，他将无处不在，而英伟达将是这场变革的引路人。你准备好迎接这个智能时代了吗？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